中呢，你有提到就是你未来也有想做导演的打算，所以呢，你能不能借着我们这个平台和我们简单分享一下，如果你未来做导演，你会更看重一个故事或者你创作的哪些方面？然后，当然我们也很希望，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成为了导演，我们也可以带着你的作品来到戛纳，可以和我们最后分享一下。So as we wrapping up the conversation, Yosh is gonna join our screening later at the Palace, and I'm gonna have a more in-depth conversation regarding the film. And I want to ask a question regarding if you have any plan for becoming a director in the future. Can you share a little bit about what kind of stories that you want to share, what kind of creation you want to make? And if I wish really one day that you can bring your own production or your own film as a director to come. 确实是有这个想法，尤其是我正式开始接触这个电影这个行业之后，就像其实这个在我看来就跟我平时唱歌我可以去翻唱，但是我其实一直是有着创作的习惯，不管是写文字也好，还是说写歌，那个可能是通过旋律，但是自从我开始做了演员之后，在我看来这种想要把创作出来的东西表达出来的这个欲望是很强烈的。如果说像您说我如果真的看中的方向，或者说我可能会去做的事情，我刚刚有说过，说我在不同的时候，我特别怕的是这一点。想要做一件事情要迅速的去做，不是说急功近利，而是我特别希望能够保证在你当下充满了那份热情，因为这份热情真的很有可能，它不是说对于电影这件事情的退却，而是说就是你在当下，比如说我在25岁想出的一个感觉，那个东西是非常宝贵的，但是有一点我肯定想要表达的事情，一定更加偏向于人最本身的。相对来说，在大家看来是错的东西，就是因为在我看来，这个世界所有的规则和规律，不知道从哪一刻开始就有了。什么事情是对的，什么事情是错的，仿佛一直在这个普世的架构下是有一个判断的。但我希望，再用一种方式告诉大家，要开心，无愧于自己。活着，因为其实对和错是完全取决于对方的立场的。如果你做这件事情让你不开心了，那我就是错的；我做这件事情让他开心了，可能我就是对的。但是大家可能一直在被这个东西给困住了。我其实之前有分享，可能会是一个跟医院相关的故事，对，跟医院相关的故事，可能里面有很多特别极致的一些人，他们。就是一念之间，要么他们可以被定义成疯子，他们也可以是在人类中翘楚，可能是天才，在里面发生的故事，以这个来去跟大家说，其实我们不需要太被世俗的这些对与错困住，因为我们一旦有了这些东西，可能是因为你的欲望，因为你的执念，陷入到对与错之中，很有可能会停下脚步。当然我们要有一颗善良的心，就知道自己在做一件正确的事情，不管别人是不是误会你也好，还是被别人扣了什么某些帽子也好，其实这些不重要。最重要的是非常积极健康的活着，活出自己，然后跟自己和解。就是我里面其实很简单，就是其实可能会有一个舞蹈演员，这个舞蹈演员会因为一些问题，他被送进了这个地方，因为一些不被世人理解的原因送到了这个地方。那么他跟这个医院真正的抗争，就是医院里真的会有什么的情况呢？就是每天会有人做广播体操，像学校一样也是这样做广播体操。那么这个戏剧冲突就来了，他是一个舞蹈家，在他看来，我是个舞蹈家，我绝对不会去跟你跳广播体操的。但是内容就是故事的结尾，就是当进行了某些事情过后，这个过来了。
会发现这个舞蹈家站在这个跟所有人病人一起在跳这个广播体操，结束之后可能就是你随便你定义我，我不管我是不是在跳广播体操，但是我自己很清楚，我永远是个舞蹈家。就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有这种心态去面对生活。谢谢，谢谢。是。